如今如儿、明儿都在嬷嬷身边听训，与他们多有好处。只剩下墨儿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他还同我说他想念妹妹们了呢。那等他放了学，就去看看妹妹们吧。母亲说的是。只是叔叔当初只有小侯爷一个外男，是个秉直忠正的，现在又多了个孤家二郎，两个妹妹都不在，墨儿孤身一人，怕是不便的。说的也是，那就让他在园子里绣绣花吧。要不然，让墨儿同他两个妹妹一起去嬷嬷那儿听听教训吧。当日他也去听上了，虽不曾责打他，可是也应该让他听听教训，改改他那个脾气。听着也像有理，不过你来同我说这些闲事俗务做什么？这都是归你大娘子管的，你们夫妇二人说了便是。只要母亲吩咐孔嬷嬷，孔嬷嬷答应就是。这些闲事都是归你大娘子调配的，孔嬷嬷来了是客，也不能坏了我家的规矩。嬷嬷，嬷嬷，你看，我把曼娘给你带过来了。这是曼娘给我生的两个孩子，大的是蓉姐儿，小的是昌哥。过来，叫嬷嬷好，叫我好。小翠，哎，把孩子带到院子里头去玩会儿。是，走吧，跟姐姐去玩，去玩去啊。嬷嬷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糕饼。嬷嬷年纪大了，牙齿不济，我特意做的松软甜烂。嬷嬷，来尝尝。我一个仆人，没福气吃什么糕点。那我给嬷嬷捶捶背。别，娘子用不着这样献殷勤，你只要服侍好公子，老身就感激不尽了。这曼娘是我的女人，以后始终要进我们侯府的门。你要是认我这个儿子，她就是你媳妇儿。什么儿子媳妇儿？你要娶她做正室？不做正室可以做个妾，曼娘是不介意。哥儿快休要再提此事。你尚未娶妻，就找个贱籍女子，还生了两个孩子，将来恐怕求亲都难顺遂。我可以放低要求，我又不用非娶一个贵胄千金什么的，只要娶个温柔贤淑的，可以让她进门，给她个名分就行。只要能让我日日守在二郎身边，有没有名分我不在意。嬷嬷若是不信，我愿对天发誓，若是我对二郎不是真心，天打雷劈，叫我不得好死。哎，曼娘，好好的发什么誓？快进来。嬷嬷若是不答应让我在你身边，我就不起来。你这是威胁我！曼娘不敢，为了和二郎厮守，也为了两个孩子，我愿意担这个罪名。
你好得很，把他骗得严严实实的。你若高兴跪，那就跪着吧。嬷嬷，嬷嬷，满娘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嬷嬷平时是非常通情达理的，我可从小到大没见她发这么大的脾气。你让她消消气儿吧，啊？二郎，嬷嬷不治我，你是明白的。就算你身无分文，流落街头，我也愿跟你厮守。嬷嬷，嬷嬷。你看那两个孩子，多好！自从有了他们，我才算有个家呀。哥养个外户妻妾，本轮不到我说。他虽是个唱的，但若品性好，我也替哥高兴。他这样，能给哥什么家呀？他怎样？他上来就跪地不起，貌似恳切，那实则胁迫。就这样，怎么能算品性好？满娘她是一时情急，我已经给叫起来了，她怎么敢威胁嬷嬷呢？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哥一扯就起，连戏都不肯做团圆。嬷嬷，我在这侯府里头是孤苦伶仃啊，幸好有了满娘，可以陪我聊聊天、解解闷，好歹是个匡人。他虽然出身是低了点，但是他对我关切，他甚至比我小秦氏母亲还要好。我老婆子知道，哥是受苦出来的，可也不能把念想寄托在这样一块浮萍沙地上，哥日后在侯府就更难立脚啊。侯府这么对我母亲，难道我还永远赖在侯府一辈子不成？大不了分家。万万不可！你还没成家立业，父母俱在，分家那是要过公堂的。那就先成家，再分家。咱们离开那个是非之地，找一个清清静静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。说来都是我不好，当初不该撇下你回扬州。若我在，怎么也不会任由你在侯府孤苦无依。嬷嬷不要伤心，给满娘一个名分，这两个孩子也算有家了。他们毕竟是我的儿女啊，他们多开心啊！你看，日后若是没有名分，被人叫成野种，那就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是了。孩子总是无辜的。哎呦，嬷嬷，哎呦，嬷嬷最好，我就知道嬷嬷疼我。你叫那个妇人带着孩子，全都到我这里来住。行，嬷嬷怎么说，满娘就怎么做。你就要科考了，很不该在这些事情上花精力。一切都听嬷嬷的。什么满娘华娘，我都替你一并管了。行，嬷嬷说什么，满娘必须听。
当日之事啊，这个莫儿也不是毫无过错。他要真懂事儿，妹妹们去了前厅，就该劝了回去，不该也被夹着去了。我瞧这个莫儿啊，也得去听听嬷嬷的教训才是。官人说的是，既如此，那就让墨兰先挨俩手板，再去祠堂跪几天。回头我说他几句。凡事都讲章程，犯了错就要受罚，受了罚才能听课受训。这个孔嬷嬷啊，是宫里头来的，人家的眼界、见识犹在你我之上。咱们盛家的女儿能得她的教导，那真是天大的福分。既如此，那就应该雨露均沾，绝不能厚此薄彼才是。究竟谁厚此薄彼？家里嫡庶正邪颠倒几十年了，如今嬷嬷来教规矩，那是将来嫁入王侯富贵人家才用得上的，本就只有如兰才有资格去听。那明兰是沾母亲的光，那墨兰是沾谁的光？林清霜那贱婢的光。你住口！你端正也是做大娘子的人，怎么口舌如此恶毒？你不肯容人呢？那墨兰究竟也是我盛家的女儿。哦，孔嬷嬷来了。嬷嬷辛苦了，为了我盛家几个不成器的女儿，让您受累了，您请坐。刚才过来就听得好热闹。啊，让嬷嬷见笑了。我盛家还有一女，乃侧室林氏所出。听说嬷嬷来了，也想到嬷嬷身边聆听嬷嬷的教导。好啊，我临来的时候就有过一些耳闻，听说盛家的姑娘知书达理，一个赛着一个聪明漂亮。这2天呢，我见过5姑娘和6姑娘，这4姑娘还未曾见过。嬷嬷年纪大了，怎么能让您老人家这么受累呢？娘子不必客气，我这身子骨能撑得住。这人年纪大了呀，就喜欢热闹，多一个孩子，这课堂上些许还热闹些。是。既如此，那就让嬷嬷受累了。不必客气。瞧着你母亲使着狐妹子的功夫，才把你塞到这儿来。你们2个还愣着干什么？没看见我的桌子都挤到那儿去了？搬过来。嬷嬷晚安。嬷嬷晚安。好。孔嬷嬷，这是墨儿平日里做的一些诗文，写的不好，还请嬷嬷指教。4姑娘抬举我老婆子了。我虽识几个字，文章诗词却不大通，指点可谈不上啊。嬷嬷自谦了。4姑娘，既是学规矩，那就是师生。我这为师的，如果哪句话说重了，4姑娘要包涵一二。不敢。墨儿做了什么错处，嬷嬷尽管责罚就是。你们去，把4姑娘的桌子往后挪一挪，跟2个妹妹们摆在一起，谁也不要超过谁。快去。
叫他猖狂，多罪了吧？五姑娘，课堂之上不要窃窃私语。姑娘，你还在给于大姑娘表秀吗？这要是再不看茶经的话，明日可来不及恢孔嬷嬷的话了。早就读过了。哎，我怎么记得姑娘你说你没读过呢？那四姐姐、五姐姐，哪一个是好项羽的？他们都没读过，就我读过。是病人。我明白了。姑娘每日都是最后一个上课堂，也是手镯吗？傻小桃，我那是真起不来。这是二门上小四弟进来的信。小桃，快要来亲了。这些小玩意儿，你原先是最会的，你干嘛不亲自教你屋里的这个丫头啊？我不爱吃这绵密的，圆角松一些。啊，没指望他家高门大户，寻个平常人家，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罢了。那你反倒把骑马投壶都全教了。那投壶是他小娘教的。我家是个没规矩的门户，我屋里这个我还能做做主，其他的各有各的妈，我说多了没得惹人嫌。依我看，养在谁家院子里头的都不如养在你屋子里头的这个丫头大智若愚。她也就是个老实头，不如其他几个。老姐姐，您竟是没长眼睛吗？来，喝茶，喝茶。在我看来，您屋子里的这个六姑娘，实则是最厉害的。她把我说的要紧话都录下来了，录到纸上了。我呀，虽教过不少人，可是像她这样的孩子，还真少见。将来若是有什么前程，别人夸的时候，别忘了说我教的好。他这是蠢笨的办法，脑子记不得，才录在这纸上。你看，他四姐姐、五姐姐，人家就犯不着就用这个纸笔。这怎么能叫蠢呢？说过的话当时就会忘了，只有用心把它记下来，才是永远的记得。你看看他这一笔字，我也是千辛万苦手把手的教了，写出来仍然跟小鸡子抓过一般。字不好，关键是字的意思对就行了。我们俩看不清，人家自己看得清就行了嘛。他去听你训导，也就是陪太子读书的意思，你满不用花心思在他身上，横竖随他去。我说你是老了，心也老了。谁睡着了，谁清醒，姐姐都看不出来了。那既然这样，还把我叫来教他们这些花样事儿干什么呀？得，我走，我明天就走，背着包袱回乡下去。我们老太太不是这个意思啊。
我说你们家姑娘这是年纪来了，心气儿也小了，这屋子里是做不了主了。养在自己屋子里的丫头，横竖都看不惯。照我说，看不惯不如把她放出去，别看，省得每天摆在眼前，你心烦。都说你是最聪明的，我看是官家娘娘太狂纵你们这些家伙，养你一身娇气，任谁都骂。我屋里我从小养大的孩子，我能不心疼？那其他2个呢？一个是嫡出，一个是宠妾，他就我这么一个老婆子给他撑着。是，我如今是老神仙、老祖宗，大家都来拜我。可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呐，今晚脱了鞋和袜，未审明朝穿不穿？明兰如今在家里头谨小慎微，你夸她，那2个安能如意呀？你夸她越多，越是害她。你说我心气儿小了，是小了。我是关心则乱，关心则忍。不光我忍，就连明丫头因我忍了不少事，从不给我添一丝丝的麻烦。我不疼她，哪个疼她？你要走，好好好，走走走，快走快走。我当在宫里就不认识你。哎呀，我怎么知道你心里有这么多心思啊？素琴啊，你这茶沏得好，我还没喝够呢，没喝够就赶我走，哼，不能够。是啊，就等嬷嬷给我做的茶呢。姐姐，姑娘当心，仔细烫着。亏没有把你盛维大伯伯送的12件大玉川先生拿出来用。母亲您来了，母亲能不能跟孔嬷嬷说一声，以后别再让我上她的课了？为什么不上？太难了，这行礼问答倒还容易些，可是这点茶实在难学。别说茶山水，就是摇盏也舀不起来。昨儿使劲大了，打翻了茶瓶，还弄脏了衣服。茶都做不好，你还有脸说难？我跟那2个庶出可不一样，他们讨好卖乖，那才有一席之地。我是正室嫡出身的，不管嫁到谁家，高看我那都是应该的。以后不许说什么庶出不庶出的，你忘了你父亲了？母亲，瞧着大姐姐在婆家那样，我觉得吧，嫁到高门显户之家也没什么意思，左不过就是受气，还不如嫁一个普通人家，即便是当官，最好官阶也没有爹爹大，这样呢，女儿腰杆子硬，好拿捏啊。没出息！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舅舅家世代簪缨，那是多大的气派，你却这么没出息，对得起这么多年我为你们兄妹的辛苦筹划？哎呀，筹划的再好，那日子过得不舒心不痛快，犯得上吗？那你不要你的元若哥哥了。你图清闲，林七格的可就捡便宜了。要是姑娘找个小户人家嫁了，那边却嫁入豪门大户，日后旁人议论起来，可不会说是咱们姑娘看得明白通透，只会说呀，咱们这嫡出的姑娘没出息，还比不过那庶出的贱婢有本事。谁说我没出息啊？那丫头除了惺惺作态还会什么？
就是，这么多年，你父亲始终偏爱偏疼宁七阁那对亲，就为这个，如儿，你也不能输给莫儿。你就跟孔嬷嬷好好的学规矩、学本事，将来挑个高高的门第嫁了，再封个诰命夫人，好为你母亲一雪前耻。你看，这不是也不是很难吗？再做一次看看。出色了。便说你方才助汤点水的时候就没做好，这云脚自然会散。我就是照着孔嬷嬷说的做的，都怪这上面说的不清不楚的，孔嬷嬷还非让我们看。先朝的书啊，是主茶，现在的茶室要调高积福，先朝的书自然说不清楚。孔嬷嬷让你们看，那是为了让你们沾惹茶气。就你这么呆子，硬生生的去讨。究竟是我听了孔嬷嬷的教导，还是阿娘听了孔嬷嬷的教导？若阿娘嫌弃我愚笨，阿娘自己来打便是了。你翅膀硬了，有个宫里来的嬷嬷教授了，不得了了。阿娘，我教训不了你了是吧？好，你自己打去吧。怎么了？六姑娘母家的魏姨妈来了。姨妈，席面都准备好了，我亲手给您做的炙羊肉，还好您多吃点。姑娘，娘子安好，我是姑娘房里的贴身女使，我叫丹菊。这些日子，娘子若有什么事情，就尽管吩咐我就好，我帮娘子拿包袱吧。哎。走吧，姨妈。哎，小桃，开席吧。好。等等。妈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清洗的，是洁净的。若只是些尘土啊，便是吃下去也没什么，别的可就不晓得。娘子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好了，现下可安安稳稳的喝一壶热酒吧。来，姨妈，切肉。姨妈，吃块肉吧。我害光，太亮堂啊，睡不好。今儿晚上把帷帐给我装上才好。是，我们已经给娘子备了厢房，我这就叫人去。哎，我今天晚上要同明儿一起。你也吃，多吃点。
安睡，娘子安睡，奴婢就先下去了。嗯，下去吧。灵儿，过来了，姨妈。哎呀，你快过来吧。姨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到我这屋里疑神疑鬼的。前些日啊，我见着了小蝶。谁？那日我到琼华观去给你母亲添香灯，偏偏就这么巧，碰见了当年在你母亲屋里做女使的小蝶。小蝶姐姐，她怎么样了？小蝶同我说，她敢去三清真人座下发誓，绝没拿你们院里的一分一毫。那东西定是有人塞到她屋里的。是谁？她没说。她想了一圈，猜不出，谁都有可能。孩子啊，这盛家荆棘丛一般，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里头，这不知道哪天就让人给害了。哎，我身边都是祖母给的人，都是得力。姨妈，你不必忧心。姨妈，你说，究竟是谁害了他？害他能有什么好处？磨了他的位置。哦，在小娘院里头伺候，近乎是个苦差事了。磨了能有什么好处？无非是屋子里头的女使婆子打架争宠一类，都是陈年旧事了，怎么能知道？横竖你们这个院子水深，我就是为了不放心你，才千里迢迢过来的。你可不要再大意麻痹了。这以后吃饭，就同我如今这样，用银针试试，用滚水烫过了才能入口。夜里也要小心些才是。这屋子里头的东西啊，3、2日就要清一遍。你少了什么？最要紧的是也别多了什么。记住了。我知道了，姨妈。害他的人究竟是在这家里，还是已经不在了？哦，会是谁呢？这是我在张屠夫铺子挑到的这块肉，无论你是要给大娘子做烧制的还是熬卤，都是放好肉。姨妈胃口好，用的祖母胃口也好了。六姑娘安好，周娘子。姑娘，这时又要亲自下厨做菜呀？是啊。听说姑娘家姨妈过来了，怎么也没见着？姨妈出生在庄户人家，不善交际，也不大出门。那怎么能成呀？何该让我们请一顿才是？不敢劳烦周娘子了，我们姑娘自招待。无非是添双筷子。姑娘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今晚就过去，和我们小娘吃顿汴京时下最流行的冰酥烙宴，怎么样？周娘子还能替李小娘做主了。啊，不过实在不凑巧，我姨妈明日就要告辞回扬州了。怎么这么仓促？也没说在东京多玩些日子，多待些日子。她本来找我就是有话要说的，说完了自然就走了，免得事迟多变呀。哦，奴婢知道了。这魏家远巴巴的过来，不知道都说了什么，这里头定是有鬼的，盯着他。焚香
能叫人平心静气，插花最能怡情冶性。学这些仪态规矩是其次，陶冶性情才是贵格。你们手边现有的都是上好的沉水香，如果火候掌握得好，指甲块大小就能燃上2个时辰，香气经久不散。你们都坐起来吧。妹妹莫不是忘了放个炭火的银片？木炭把沉香烧糊了。小蝶同我说，他敢去三清真人座下发誓，绝没拿你们院里的1分1毫。那东西定是有人塞到他屋里的。嬷嬷，我手笨，马上就好了。六妹妹莫着急，这种事情啊，需要特别的心细手巧，没有悟性的人啊，是做不来的。起开，起开，起开！一朝花开傍柳，寻山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可偷。昨夜一书
少残酒，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。是否云是绿肥红瘦？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？